天2025年9月30号，我们的讲师雅婷已经来到线上，那我们直接邀请雅婷来为大家做分享。雅婷， Hello，请喽。等一下，好，为什么是我在这里呢？看一下。好，Hello，这是大家好。我们上次讲到每日记录，我先回顾一下，就是之前就是讲到那个跟其他国家的团长们聊了一些事情嘛，然后现在来分享一下那个每日记录跟回馈。好，那就是每日记录，就是我带着我的家跟档，一个是家，一个是档。家就是我的帐篷跟我的那个睡垫，还有那个睡袋，然后我的档就是我的个人用品这样子。那我们就一路飞到里斯本，然后有遇到就是同飞机的一些小伙伴们，然后所以就一起拍照。然后这个是澳洲的小伙伴，他才19岁。然后我跟他小聊了一下，因为我看他也是跟我们飞同样一台飞机，然后我跟他小聊一下，他才19岁，然后他是在他们澳洲的某一个州的那个童军会就是帮忙做事情，而且他是有领薪水的做事情哦。然后他跟我说他要收集很多童军的资料，然后所以他是先，因为我们 IST 要先进去，所以他也是先飞过去，然后去处理一些童军的事情。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不简单，他19岁就自己一个人飞，我看他都没有成群结伴，他就自己一个人飞来飞去的。好，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名牌，然后这是当天晚上我们的帐篷们 IST 的帐篷搭起来的样子，然后还有那个桥，然后这个上次看过就是有童军伙伴他们就开始跳起舞来了，这样子就是在路边所以可是你可以看到背景就是完全没有遮阴的，所以我们到最后都跑去白色的帐篷里面去遮太阳，因为外面其实有点晒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就跑去营外去逛逛，这样，因为 IST 还没有报道，然后才在那里做一些事情而已。然后我们就去看，他们其实有设 Welcome Center 在那个地铁前面，还有对，然后这是他们的邮票，我们去那个他们的邮票机上面就是投欧元，然后你就可以买他们的邮票这样。然后这是当所有的 participant 都一起来了，然后我们就一起拍了一张大合照，就是台湾的代表团，所有的代表团这样。好，那接下来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从这边到那边都是满满的帐篷，对，就是全部从河的这边到另外一边，就是全部就是所有的 participant 都来了，然后就是满满的帐篷的样子。那这是早上还是晚上？就是我也不太确定我什么时候拍的，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一片土地就是大家就是来搭帐篷的，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帐篷，然后隔天所有的帐篷结束之后，等一下我们就这是隔天的开幕完之后，我们又拍了一张大合照，然后开幕完之后，就大家已经就是所有的 participant 他们有他们的 pass， 他们就分到不同的路线去了，所以他们的路线你要看到那长长的一条都是人这样子，因为他们要赶去自己背着自己的行李，背着自己的家当，然后也是就是出去pass， 有的要坐船，有的要坐飞机，有的要坐火车的，还有的是要搭巴士的，所以他们就会分每一条路线他们设计120条，可是有几条是就是 cancel 掉的，但是不管他们就是把他们分出去，然后所有的 participant 他们就走了，那我们 IST 呢就要去 main camp， 就要去主营地了。然后这是我们去坐火车，那我们坐火车其实那时候秀珍团长有说，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要爬过一个，我觉得坐火车是一个很棒的想法，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其实 IST 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年纪，然后我看到那些有些就是大概60、70岁的
IST，然后他们也是要背着他们自己的行李，然后跨过那个楼梯，然后再爬上去，然后再爬下来，然后再走到月台上面。其实这真的很累人，然后对很辛苦，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等火车这样，然后火车坐到一半还没有冷气这样子。然后又在那边等，说他们要换火车什么的。只是我们是搭到那一台没有冷气的火车，结果后来我们停下来也是去坐后面那一台。后面那一台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叫2台火车给 IST 打了，那我们就去坐后面那一台，也是搭上就是本来就要走的。然后可是我们后来有想想，就说其实他不要停下来，他就直接开，其实花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好。那这是沿路上的风景，你也看到他我觉得他很像台湾的乡下的风景，我不知道，对大家的讲法。我录了一下，就很像台湾的乡下，就是有种田啊，还有人在玩球啊，就是棒球场啊，或那个是足球场之类的。那我就觉得葡萄牙其实，因为我们的 main camp 其实在里斯本隔壁，好像比较远的5-6个小时之外的一个小镇上面这样子。好，那所以你有看到火车上面堆满了行李，这样就所有人的家跟档都丢到那个火车上。那我们到我那时候上火车之后，我们又换了火车又下去，然后看到那个整条走道上面其实都是行李，就是有时候就是没有地方给人坐，然后还有团长他们直接睡在那个走道上了，对啊。然后那我们就下来到 main camp， 然后就到了主营地这样子。好，这也是主营地。进来之后，他就会说，那 IST 往这边走，然后就是你自己开始随便找一块地，然后把你的帐篷搭起来。所以那时候刚下去的时候，其实你是就是他们有规划说你应该要怎么搭，你就随便搭。反正他就搭完之后，然后他到后面他就自己弄出一条路来了，就从前面走到那个餐厅那里去，他就沿着那个大家搭的帐篷，然后弄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这样子。那这是因为我没有带夹子去，我就是洗完衣服啊，然后就没有带夹子，然后我就想说，那秀珍团长就跟我借我那个童军绳，我也有带童军绳，然后我们就把它连在一起，然后就在晒衣服。那晒衣服我没有带夹子怎么办？就从地上直接捡树枝当做夹子，这样至少它不会飘走这样。这是他们在带 warm up， 因为就是 IST 就开始 training 了。那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他那个葡萄牙的童军们，他们就会先带一些暖身的活动，然后去引起大家的 attention 这样子，然后就开始 warm up 的活动这样，然后就开始那一天的课程就跟我们说我们 IST 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那这也是另外一个。Like this. 好，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warm up， 他就会问，我们就只要问 how 跟 what 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表演，就是会演不同的动物，然后就起来跟着他们一起跳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的餐厅的伙食，我之后还会有一张，就是这几天的这整个营区的伙食的照片。那这是我们的那个什么餐厅，然后这个艺人，他们有请那个表演的艺人来做活动，然后请就是 entertain 大家，就是大家所有的 IST 在那边不会太无聊，然后就会跟他就会
这个小丑他就会跟大家互动，然后他有时候会丢那个什么，叫你丢射飞镖的那个板子，然后用球，然后你就丢它，然后看谁丢中10分、20分，就是他跟你会一起去互动这样，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小朋友来表演这样，就是他们的表演。吃饭啊！好，这是他们的表演，然后他们就会在那里，然后表演了一下子，然后再休息，然后再大家一起大合照。那这是刚好我们吃完饭，然后或是要吃饭之前，然后我们就去，因为他们就在那里一整天，他们就打累了就去休息，休息完之后又上来打这样子，然后就是给 IST 就是不会觉得太无聊这样子，一种 entertainment 的感觉。好，那再来就是那个 Scout Shop， 终于等到 Scout Shop 开幕了，这样，就是这不是 Scout Shop， 这是补给站，就是 Scout 你可以来这里补给，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些小零食、小饼干啊，还有一些什么洗发乳啊、用完啊什么的，或者是睡毯子啊，你可以来这边买这样子。那我们也有一个 IST 的伙伴，他是在这里当 IST， 就是帮忙整理货物啊，然后帮忙他们看你们要缺什么，然后可以买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Life and Spirituality 的 warm up， 就是我们开始分组了，就是各组，就是因为它有分4组嘛，然后我们就各组就是带开来了。那我们就带开来，就是第一天我们在做 warm up， 我们就会说你找一个，他就说那你们找一个 symbol， 就是找一个标章是代表你跟代表童军的标章，然后你把它画出来，然后跟你的伙伴介绍这样子，然后就有很多伙伴，我们就轮了一圈，然后大家的伙伴就画了一些童军的元素，还有对他自己有什么意义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后来我们几个比较熟了，我们就开始就有伙伴把钱掏出来，我们就开始在比较谁家的钱长什么样子，就是不同国家的钱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拍照留念。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场勘，因为我们是 Life and Spirituality 在河边的活动，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跟 River 的 team 一起合作。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搭巴士，因为海滩是你可以直接走过去，大概20分钟就到海滩了。那 River 大概要搭巴士，大概1个多小时这样子。那我们就要搭巴士去，可是这里的巴士非常的，我不知道他们调了几次，因为我们每次就是我们坐一次巴士，然后它就卡在沙子里面了。这是我们从那个 Moot 的 Main Gate 出去，然后转过去，就是整条路都是土跟沙，然后它整台游览车就卡在那，就陷在你把就是沙子里面了。然后我们有些伙伴想要去帮忙，因为在台湾其实轮胎卡在沙子里面其实还蛮常见，就是你拿一块板子然后就把它弄出来就好了。但是这里的伙伴好像就是我们就没有管他们就没有管他们了，他们就再叫另外一台巴士来，然后就把这台巴士留在那里，让巴士公司自己去处理了。那我们就走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到了这个河边，它是河，对，虽然说它看起来很像海滩，但是它是河。然后就有看到一堆人在这里晒太阳啊，然后做游泳啊之类的。好，那我们就会开了一个 meeting 这样子，就是所有海滩，因为海滩上面还是有4个主题，就是 Life and Spirituality， 还有 Nature and Adventure， 还有 Society 跟社会议题还有一个我忘记了，还有一个是什么？等一下，其他团长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对，然后反正它就是还是有分4个主题，只是这4个主题在海滩上面有不同的活动这样子。好，这就是海滩上面长的样子。
还可以看到就是那个非常宁静的海滩。我们去场勘了几次，这样2次。可是这都是下午去场勘的，然后他们就有点担心说，那早上的情况跟下午的情况到底有没有一样这样子？因为我们只有工作半天嘛，那他就是我们只有工作早上，因为他们说早上的天气跟那个河流比较没有那么多波浪，然后下午的话就是到3、4点还是再晚一点，还是更早一点，就是会起风了，然后所以他们就不建议在水上活动这样。好，那这是我们去场勘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放在这2个货柜里面，所有的东西就是那个像水上瑜伽的垫子啊，还有我们的小那个搭那个避阳的小帐篷，然后都放在这个帐篷里面，然后就是各组有开始各组的 team meeting 这样子，就是我们需要什么设备啊，然后当天需要准备什么东西。那我跟 David 我们2个就去看一下，就是沿岸我们可以划多远，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没有船，因为他们在做的是他们有设备的人，他们要清点设备，然后看看他们所有的需要的设备到底都在哪里。但因为我们是独木舟，我们的独木舟是当天活动当天才会到，所以我们2个就没事，我们就不能清点我们的独木舟吧？对，那因为那个独木舟的公司它就会再来，所以我们2个就去看一下我们可以划多远，然后再划回来，然后再去场勘，就是再走过去那边的时候，然后就有那个葡萄牙的渔夫，他就把我们2个停住，因为他们想要把这艘船翻过来，然后他们找不到很多人，他们就这么多人，然后那个船长他就。因为我们语言也不太通，他也不讲 English， 他也不讲英文，然后我们2个就被叫过去，然后就用手势，然后叫我们推这样子，所以我跟 David 就跟那几个男生，就几个男人，他们就把这个船这样子推翻过去，推翻过来这样子，然后我跟 David 2个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干嘛，他们叫我们推，我们就推这样，然后推过去之后，那个船长还很开心的谢谢我们这样。好，那。就是因为我们去了2次都是下午的场勘，那第3次呢，那个我们还是有伙伴反映说，我们都没有看到早上的河边到底长什么样，因为我们隔天就是要开始活动了。那他就说好，那我们那一天早上再去场勘一次。那次他就跟我们，他就准备了，因为那个水上活动有帆船，还有那个其他的还有，他就因为那个橡皮艇是那个他们葡萄牙的主要的伙伴，他们要在那里戒备的，所以他们也准备了那个橡胶艇，然后还有帆船，然后让我们去做，然后做体验。因为我们还是没有独木舟嘛，对，所以他们就准备了他们那一天应该隔天要用到的帆船跟橡皮艇，他们也是顺便做准备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在做帆船。就在帆船上面，然后我们就交换，就是有些人先去做帆船，有些人去做橡皮艇，然后做完之后，我们再交换跳过去橡皮艇那里这样子。好，这是我第一次做帆船，然后这是橡皮艇，你可以看到那个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橡皮艇就是冲很快这样，然后它就冲。对。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河边，它另外一边其实这里是在过去就是有住人的，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好像工业城的样子。他们是跟我说那边是 industrial town， 就是那边也是有工业发展区这样子，所以两边都就是一条河啊，对，两边都有住户这样。好，那后来我们。那一艘帆船呢，它下面因为帆船下面好像有一个就是控制方向的一个板子，然后那个板子因为它应该是退潮还是怎么样，反正它就卡到一些水草，然后它就坏掉了，所以他们就又开把那个帆船开去那个把它吊起来，因为他们要把它载回去修理那个下面的那个板子。因为隔天就要用了，所以我们又在那边等他们，就是把它整艘船吊起来，然后把它放在那个车子的后面，把它载回家这样。
好，那这是河的清澈程度，其实它还蛮清澈的这样子。那这是那个有一些 participant， 他们就我们划完船之后，他们就在下面讨论，就是围成一个圈圈，然后开始讨论他们各个不同的主题这样。好，那这个爱心，这个我们一到那个 main camp 到这个小镇的时候，就发现，哎，沿路上为什么都有一些编织的爱心啊，编织的一些图案，然后他们是说是当地的民众他们编给童军人看的，就是编给童军人，然后希望大家把这个活动办好这样，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童军总会还是什么，就是他们有跟那个当地的民众已经说好，就是这一段期间就是有这么多个童军会来这个小镇上面这样子，然后会一起办活动这样，对，然后这是后面那个是 IST 晚上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 band 啊，有一些音乐，你可以去那边听这样，在这个地方。好，那这是晚上在树林里的样子，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晚上在树丛里面，然后就是慢慢的走回去自己帐篷里面那种感觉，就是你看着星空，然后看着大家点的灯，然后不同的国旗，不同国家的国旗挂在那个帐篷里面这样子。不管是早上起来还是晚上回去，都觉得很感动的感觉。对，然后这个是为什么大家的帐篷都灰灰的？因为那几天也是有那个葡萄牙的野火，就是好几个地方都有发生火灾，然后那天早上特别的雾，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就是整个帐篷上面都是灰这样子。那有很多其他国家的 IST 在 Slack 上面问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他们后来就在 Slack 上面说哦，因为在50公里之外有一个森林大火这样，然后那他们都有在预期当中，就是不会延烧过来这样子，请大家放心，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说的时候，大家有点紧张，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帐篷一堆灰飞过来这样。好，那这是晚上走回去，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随便就弄了一条路出来了，就是你不管把你的帐篷盖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用那个 duct tape 就直接把一条路弄出来，可以让你从另外一边走到那个餐厅，所以你就不用再绕一圈，你可以直接走过去营地这样子，在树林里面走，然后你就会看到不同国家的国旗，然后每个国家的帐篷啊，或者是他们其实不太一样，但这一次因为那个主办单位他们有帮忙那个卖那个迪卡侬的帐篷，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的帐篷会长一样，但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不同国家的帐篷的特色这样。好，那这是我们那一天我们终于看到我们的国旗，就是各个国家的国旗都在那个旗架上面了。那我刚好就是在那边拍国旗，然后那个静可跟那个永清团长他们就来了，就经过我，然后他们也看到国旗就升起来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拍国旗这样。那但是我们的国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很重，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风来把它吹上来这样，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等那个国旗飘扬的 moment 这样，对，然后就为了拍我们的国旗在那个跟其他国家的国旗放在一起。好，那这里是我们就是我下午的时候就会去 CMT 的帐篷，那这里刚好这个是卡拉 OK， 就是有好几天都是卡拉 OK 的舞台，还有其他那个国际职业的舞台，然后我们的 CMT 的帐篷就在它的这边右边而已，那我们就会在那里聊天啊，或者是充电啊，然后这个是那个我们隔壁是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国家的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跟他一起玩那个足球，对，然后我们几个就下去陪他玩足球这样子，然后玩一下下就大家很喘的，超级无敌喘，对，然后就觉得也还蛮有趣的那个国际外交这样。好，那这是他们MT 他们去唱第一天。下过
雨的下点慢。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晨盘，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会一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真的和这些的你其实很你可以看到下面也是有一堆 IST 在看它，那他们也会在那里点歌这样。我想我懂了，会不会快快回来？一定要快快。好，那就是他们就去跟那边的 DJ 点歌，那他是直接用 YouTube 吧，我不太确定他们怎么点的，反正就是你可以听到不同国家的 KTV 这样子，不同国家的语言，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唱歌这样子。那有些我们真的是听不懂，但是就欣赏他们唱歌，然后每个国家的音乐风格都不太一样这样。好，那这是因为我们隔壁就是阿拉伯国家嘛，然后你可以体验去穿他们的衣服，然后我跟他们的那个 scout 说，我想要穿男生的，我不想要穿女生的，因为女生的就是这样子，就这一件，然后你把它套在你的身上就这样了，然后男生你还要做头，就是那个头巾啊，还要绑啊，还要弄那个上面那个东西，然后我就跟那个他们的童军说，我想要试试穿男生的，他们说不行，你不行，你不是男生，所以你不能穿男生的衣服。对，他们还是有他们对就是他们国家应该他们的文化应该要遵守的东西，所以就是另外一个伙伴他就去穿男生的他们男生的衣服这样子。好，那这里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糊糊的东西，大家都说它是糊糊酱，但是其实就是他们很多的鱼，很多的 potato， 然后就是面包，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有一块面包，它永远都是长这样子，但是其实然后它的汤永远都是黄黄的汤这样子，然后但是它有不同的水果，它有4种水果去轮，就是苹果、那个香蕉，还有西洋梨，还有橘子，对，就这4个水果去轮。那生菜沙拉也都是长这样子。那下面的就是对他们就是很多的鱼料理啊，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马铃薯料理。可是我其实也没有知道说他们到底有没有他们怎么分，因为他们其实很 care 说到底谁吃那个什么 gluten free， 还有谁是吃素的，或是他们是怎么分。然后有一次我们看到他们那个素食料理有煮豆腐，那我们就吃完之后就再绕回去，然后去排那个素食料理，但是他们其实要有那个识别的那个手环才可以吃那个素食料理或其他特别的料理，但是他们好像也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看手环，然后我就去盛了一点点这样子，他们的豆腐料理其实也还不错啊，对，但是就是没有酱油这件事情，对，好，那这是我们的 IST 的体验，就是我们自己去买的。另外的行程就是 fishing with others, fishing with locals， 对，就是跟那边的 local 的渔夫去钓鱼这样子。那我们本来以为他是要开渔船让我们上去钓鱼，可是后来他不是，他就是鱼竿给我们，然后他是那个会动的鱼竿，然后就丢上去，然后就在那里钓。那有一个这个伙伴他是澳洲的伙伴，他很妙哦，他报了2次 fishing experience， 然后我们就问他，因为他那一天他是在扫门口，他的工作是扫门口的，因为我们一直看到他在门口帮忙扫卡进来跟出去，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报了2次那个 IST experience， 就是 fishing 的 experience，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
要确定他一定会钓到鱼，所以他第一次他没有钓到鱼，他还 OK， 然后第二次他就一定要钓到鱼这样子，因为他就说其他的伙伴有在，他的伙伴们也有在那个他们的群组上面说，哦，他们那一天有钓到鱼，然后他报了2次，然后他没有钓到鱼，然后这条鱼其实是那个伙伴。那个带我们去钓鱼的伙伴钓到的，可是他把那个 credit 放在这个澳洲的伙伴身上，因为他很怕他没有钓到鱼，他会太失望这样子的，所以他去帮他钓了这条鱼，然后给我们拍照这样。对，好，那这是就是到那个 main camp 之后的开幕，那 main camp 之后的开幕，它就发放食物，它有1排食物，就是2个汉堡，还有我忘记里面是什么，2个汉堡，还有水果，还有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要去排队，然后领那个餐点这样，然后领完餐点之后，还有 potato chip， 然后领完餐点之后就去参加他们的开幕，因为这些就是到了那一天，就是所有的 participant 他们从 PAX 回来了，然后我们要在主营地去开一个那个开幕典礼。然后欢迎所有的 participant 回来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国旗在飘，这是我们的首歌一直出现。我一直拍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国旗快要出现了这样子，对，他就往那边去了。好，对，这就是那个开幕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展示所有的 participant 的国家的国旗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就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去排队了嘛，所以我们的整个代表团就是我们是大家都在一起的，我们就是在前面这样子。那刚好不知道有3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罗浮，就是其他国家的罗浮，他们就从我们前面走过去，然后我们以为他要走过去，然后但是他就没有，他就停在我们的前面，就是停在我的前面跟前面的 CMT 的前面，然后我们后面都是整个代表团的小伙伴罗浮们。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站在这里，你们要走过去，你们不是走在这里，然后就停在这里，然后我们的后面的人完全就看不到前面在做什么。然后他还跟我说，他就故意闪了一边，然后就跟我说 Now you can see， 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跟他说 No, that's not, now I can see。 对，我就很生气跟他们说，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童军应该做的事情吧，你们要走过去，因为我们是一整个代表团，我可以看到，但是我后面的团员们我们看不到啊，你不可以挡在我们，而且你们3个都是很高大的外国人，你站在那里，然后我们后面的人就完全看不到了。然后后来他被我们讲一讲之后，他就又走回原路，被叫回去了。对，可是我觉得这真的超没礼貌的，我们先来的，而且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说，他们可能不是整个国家的代表团都在一起，他们是分开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整个代表团是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要因为你站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就要被迫分开，然后看见你的大头这样？好，接下来这是那个国际之夜。那国际之夜就是大家就各个国家就那个把所有的他们带来这个 Moot 的食物啊，或者是他们的特色啊，都展现出来这样子。那所以在不同的帐篷里面，或者是后面还有一条街，就是所有的那个国家的那个美食小街，然后他们就把所有的他们的服装啊、他们的饮食啊，还有他们国家产的东西，或者是咖啡啊或者什么的，他们拿出来分享，让你尝试说，哎，我们国家的有什么特色，然后你可以跟他们聊一下说，哦，那你们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这样子。那很多国家是带糖果啊，或者是带他们的一些就是比较制作简单的东西，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不同国家的口味这样子。对，那这里我们国家的。就是我只有录一小段，但是他们其实有好像3段还是4段，他们是组曲，然后他们就把它组在一起，然后变成他们就是国际的表演这样子。那我只有录一小段，但是他们前面跟后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什么那个 Team Taiwan 啊，还有那个用简感，对，他们其实有不同的组曲组在一起，然后组成像台湾的表演舞曲这样子。我觉得这群罗浮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他们会偷偷的在底下练，然后练完之后，然后再就上台这样，他们都很棒。好，那这是就是闭幕式的那一天了，就是到那一天，就是我们就去那个 Super Bowl， 他们要把所有的行李都放在这里面，所以你看我去的时候。就是全部都是空空的，就只有我的2件行李。然后后来就是所有的人都把行李放进来的时候，就是照着不同的国家分类，把他的行李就是分类成不同的国家。然后你要出去，他放进去你就不能拿出来了，就是除非说你要进去，就是你要走了，你隔天你就是当天晚上要走了，你才能进去再把东西拿出来这样。那这里是 member and the Global Director of World Scouting Events, Raul Molina, and 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Scouts of China hosted the 17th World Scout Moon in 2029. Please give them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as they officially receive the Mood symbol and the newly started Mood flag, caring for this mission of unity, growth, and peace. 他们交接了水晶，据说那水晶上面有上一次台湾主办的那一年，然后还有对，看到这个真的还蛮感动的。然后所以2029就是在台湾这样，就是闭幕的时候的交接。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那你可以听到那个台湾，就是我们台湾人在下面喊台湾这样。好，这是我们的闭幕，然后交接典礼这样。那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分享的是，就是因为我们要做2029嘛，那我们的组织跟筹备的建议，我觉得就是因为葡萄牙他们的工作是，他们有4个主要的小组，那接下来放出去就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负责人这样子。那其实要确保就是你这个小组里面下面还有专责的人，然后这个小组在不同的地点也有专责的人，这样子才能知道说，那我接下来的沟通是要跟谁沟通，然后跟谁汇报这样子，然后确保，我觉得他们很棒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在 River， 他们很 care 就是安全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一直跟我们讲说，他们一定要所有的人都要穿救生衣才能下水，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定要通报，然后他们就会在那个船上面，就是在橡胶皮艇上面，就会马上开过来，然后就会对这个就是学员 participant 们做一些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在整个警戒上面，他们虽然说河道很长，但是河道上面也有很多的活动，可是他们在外面警戒的其实算还蛮多人去警戒的，然后也有那个 lifeguard 在岸上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就是强化 ICE 国际服务队他们的任务分派跟培训，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是那时候是去到那里才拿到教案，可是我觉得其实可以让所有的 IST 先拿到教案说，那你知道说我们到底要做哪些事情，因为我们到了就是所有的 participant 出去之后，然后回到 main camp 之后的
那几天才开始知道说，哦，自己到底要上哪些课，然后做什么。他们可能觉得说，反正他们 participant 去 pass， 你们就没有事做了，那就那时候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做什么事就好了。可是他们不太确定说，因为这一次很多的 IST 就是罗浮年纪的 IST， 就是他们都去当 participant 了，那就变成说服务员一直不够。那服务员一直不够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让这个活动继续进行下去？就是你必须要怎么临时调度，然后让调度过去的，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 IST 他们到那里的工作不是他们原本选的，或者是他们临时就被调去不知道做什么事情。那如果你有简单的活动教案，那大家可能会更上手一点，然后更知道说要怎么做。那培训课程可以模拟一下实际的状况。虽然说我们大家都参加过很多的活动，我们一定会知道人数一定超额，然后会要怎么样应对。可是在那时候，当你的 APP 跟你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就下档的时候，然后我们人一直涌上来的时候，而且我们只有2个 IST 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应对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天气的变化，就是当我们有一天，我们活动有3天，然后有一天就是很雾这样子，那我们大家就是在那边考虑说到底要不要进行这个水上活动，因为太雾的话你不可能放人出去，因为你会看不到对面大家都在哪里这样子，但其实也不安全，所以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出去，然后什么时候是安全的，可以就是让大家开始进行水上活动这样。对，那对啊，它的 APP 真的是很多人同时使用的时候，当学员在用的时候跟 IST 在用的时候，其实它完全是没有作用的。然后所以可能要进行线上或者是那个实体上面的报名跟签到系统，不然其实我们的人一下子涌来这么多，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我们都希望让所有的 participant 可以体验到所有的活动，但是团就这么多，然后一天就只有两个梯次，那我们也不能说就是因为要让大家都体验到，然后罔顾了安全这件事情，对，然后所以到时候就是看要怎么做这样子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可以结合就是在地的特色跟国际的通用，我觉得我很喜欢我们这次就是 Rolling to Your Own Success， 因为它就是把独木舟跟那个贝根堡的经典书籍结合在一起，然后你怎么用这个 Rolling to Success， 然后 Rolling Your Own Canoe， 然后把它结合跟真正的 canoe 在一起，然后去让它真的滑到独木舟，然后又去思考说，那贝登堡写的这些东西，这些主题是不是有符合？当然，其他的体验活动，他们可能就是在帐篷里面或者是在主营地里面有 debate 的活动，就是有一些那个讨论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可以借由就是一些野外活动也可以加入一些讨论的内容，这样子其实他们可以有玩到，然后脑袋也可以思考一些价值观的东西，或者是不同的价值观。那你要怎么经过这些讨论之后找到自己的价值？因为它不会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那你就是要去学着说，去理解别人的角度，为什么是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你可以做到哪些？然后大家可以怎么样互相包容、互相共融，然后互相了解这样子。好，那多语言的活动教案，就是因为大部分我们是用英文，但是有一些那个西班牙语系的伙伴，他们其实真的完全听不懂英文，所以必须要有一些伙伴他们懂西班牙语的，然后去翻译这样子。那我不晓得到时候2029来台湾的比较多亚洲的语言，那是不是很多就是韩国人、日本人，他们是不是可以用英文，或者是台湾自己本身的团长们是不是可以用英文好好的介绍这些活动，或者是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纸本的资料，就是如果你真的不能用英文好好的沟通的时候，那你可不可以让别人用看的，就是有不同的语言可以解释这样子。好，那对，就是活动的最大容量，我们其实我们的最大容量是40个人，但是
我们爆棚到2倍多的人，所以我们有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规划一下，就是简易的体验版，就是让他们可以来体验个5分钟或10分钟，就是另外再放一些放一些比较小的备案，然后如果你真的我的活动真的爆满了，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参加，那你可以来体验一下5分钟或10分钟的体验这样子，那他也不会太失望说啊我都没有玩到这样。好，那再来是他的交通接驳，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他们都规划就是大家去坐火车，对，但是其实很辛苦，因为我们要爬上那个月台，然后再爬下去，然后背着我们的加跟档，其实真的非常之重。然后他们还有那个轮椅的伙伴哦，有那个推轮椅的伙伴或行动不便的伙伴，那你要怎么照顾到这些行动不便的伙伴？然后他还是有热忱，他想要当童军的一员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规划他的动线？对，然后住宿的区块，其实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里斯本那个主营区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贴男生女生然后到主营地的时候也没有贴男生女生，是后来才有分男生女生。然后我就觉得啊，那你们讲 safe from harm，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贴男生女生？那大家都可以进去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又看到他们很多马桶也是坏掉的，就是到后面的几天，其实马桶一直在坏，然后。但是我就想到，在台湾的话，我们很习惯就是用蹲的，但是其实外国人他们不会用蹲的，他们不会亚洲蹲，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如果29要办活动的话，那就是必须要很多的坐式马桶，就是不能用蹲的，因为外国人他不会亚洲蹲啊，对。然后餐食的安排就是提供多元的饮食安排，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我们有一天不是去搭8个不同国家的人，然后的伙伴，然后我们去搭那个帐篷，然后我们就在聊天说，哦，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来台湾，台湾的食物真的很棒。然后他们就说，你确定台湾可以提供一些全素的或者是清真的饮食或特殊的饮食需求吗？然后我就在思考那一点，其实我们自己都很骄傲，台湾的食物是好吃的，但我们有没有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去思考说，那他们喜欢吃的是什么？搞不好他们真的是喜欢那些胖啊，那些糊酱，对啊，那些 potato 还有那些东西。可是就是你要怎么设计有在地的风格，然后可以迎合或者是确保就是他们不会觉得这个食物永远都是这样子。像我们去，我就觉得我们这次的营地的食物都长那样子。那虽然说那很有他们的葡萄牙风格，或者是他们的统餐大概都是长那样子，因为他们厨房也是没有开火的所以我也不太确定他们的食物是不是都是长这样子。对，那台湾可能可以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就是青年参与，我们一直在讲青年参与，就是让年轻人去做设计跟决策，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活动创意呀、想象力，然后国际的交流。其实我这次出去，我觉得台湾的罗布们大家都很棒，他们其实可以自己负责任的去完成他们该负责的东西，然后他们也带着所有的，不管在他们的 pass 或是在他们的活动当中，其实他们都有做到说，就是去推广你是哪里来的，你是台湾来的，然后你要做什么，然后要像他们做跳舞，他们也自己统筹啊，他们也自己负责做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那后续的知识大会结束之后，建立线上社群，因为我们后来就是 Slack 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分享，可是后面他们就是有那个 Multi Travel， 这个就是他们在 IG 上面到后面几个月，他们一直把这个 MOOT 嘛，然后他们就把 M 不知道移去哪里，然后 O 又去哪里了，然后 T 又去哪里玩了，这样他就去葡萄牙的任何地方，然后这个咪咪它本来是 Moon 2025的咪咪，然后它现在改成 Moon 2029的咪咪，所以它就会接下来呈现的就是 Moon 2029在台湾的咪咪这样，他们已经把网站都盖好了，对啊，把那个社群都已经建好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一直在嘲笑那个
葡萄牙他们时间多 slow 啊，然后就有很多不同国家做那个咪咪图，然后贴在那个他们的 IG 上面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想要知道，就是2029的时候这个咪咪图会长怎样。对，好，那接下来我其实有问那个小红团长，因为我们其实搬了3个不同的地方，就是第一次下飞机的时候在那个里斯本的营地，海边的营地。然后第2个是在那个驻营地，然后第3个又回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做结束。那我有问他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就是搬到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说，其实罗浮的活动就是这样子，就是让你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去不同的 campsite， 然后去聚集在一起。那我们在想说，那台湾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一定要聚集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再来我们的主营地是在那个中马赖嘛，那是不是一定要先聚集在台北部的下飞机完之后北部的某一个角落，然后再开始旅行，然后再一起再聚集回来中马赖？那它的意义在哪里？他是跟我说，就是让所有的 IST 跟罗浮聚集在一起，然后宣传说我们这个活动这个主题是什么，然后开始旅游，然后才能了解这个路线旅行的意义，然后寻找说自己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才能反思自己的旅行。所以其实大会师其实它是很重要的。我当初其实没有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就是去盖了帐篷，然后又拆了帐篷，然后又盖了帐篷，又拆了帐篷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个小红团长跟我讲完之后，我就觉得我终于懂，就是为什么大家要一起宣布开营的主题，然后再开始旅游。那旅游之后，你就会想说，其实这是一环扣一环的。那你在旅游回来之后，然后再参加主营地的活动之后，然后才能知道说，那你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参加这个活动的原因在哪里？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Are we good？ 都谢谢大家。好，谢谢雅婷。好，我们终于把就是这个部分的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好，我们先来合影好了。来，各位，我们来看这边，3、2、1。OK， 好哦，好，都在。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